大药王朝，新帝萧京寒登基1月，册立柳湘府嫡女为后。然这深宫凤位之上，坐的却是替嫁的庶女苏婉清。封后第28天，凌霄殿偏殿里没有帝王的恩宠，只有一室清冷，陪着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后。皇后娘娘，柳相府主母与嫡女求见，已在殿外等候。苏婉清指尖一顿，眼底的倦意已被一层淡漠取代。让他们进来。柳夫人捏着绣金锦帕，蒙着白色轻纱的柳清渊跟在身侧。二人带着一众家丁丫鬟，将宽敞的偏殿占了大半。皇后娘娘，老身带着清渊来看您了。一晃数月，娘娘在宫中安好。一支桃木簪是柳夫人的算计，也是拿苏婉清的娘亲压她的筹码。苏婉清心中明镜似的，却偏偏要装出那副怯懦模样。这深宫之中，藏拙才是保命的道理。母亲不必多礼，快起身，殿里人多，说话不便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本宫要与母亲和姐姐说些体己话。无本宫传召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殿内的宫女太监应声退下，殿门被轻轻关上。苏婉清，你好威风啊！如今做了皇后，连我娘的礼都敢坦然受着了，这凤位本就该是我的。姐姐息怒，臣女不敢。方才在宫人面前，不过是做做样子，终究是体统所在，不敢失了礼数。你也知道体统，苏婉清，你顶着清渊的身份，做了3个月靖王妃，就当了28天的皇后，这滔天富贵你也享够了，是时候换回来了。换回来？夫人，这岂是儿戏？儿戏？这凤位本就是我的，不过是让你替我做几天罢了。这皇后的福气，你一个庶女，消受得起吗？识相点，乖乖把皇后之位还给我，休怪我们不念情分。我都听夫人的，只是我出宫之后能接我娘回家吗？我娘她还在夫人手里吧？柳夫人捏着苏母的性命，逼苏婉清替嫁，这是藏在苏婉清心底的刺。如今柳家想要摘桃子，苏婉清怎会不借机试探？而那柄玄铁青龙刀是萧京寒送她的第一份礼物，也是她在这深宫之中唯一的依靠。婉清啊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本就是我柳相府的庶女，出宫后自然住在相府，你娘我也会派人去接，让你们母女团聚，保你们母女一世安稳，总好过你在这深宫里伴君如伴虎吧。苏婉清心中暗骂，柳夫人的心思她再清楚不过。夫人既这般说，那臣女便放心了。只是陛下赏赐了些东西，臣女在宫中也用不上，想带走一样，留个念想，不知夫人可否应允？苏婉清，你未免也太贪心了。你顶着我的身份享了这么多福，如今让你换回来，已是仁至义尽，你还敢要陛下的赏赐？若是连这点念想都不能遂了臣女，那这皇后之位怕是换不成了。臣女虽愚笨，却也知道这深宫之中多的是眼睛，若是闹起来，谁都讨不到好。柳夫人见状，连忙拉住柳清渊，给他使了个眼色。清渊，别冲动，婉清不过是想带个念想，有何不可？婉清，你说吧，你想带什么？只要不是太过贵重的，夫人都允你。臣女想要这柄刀。柳夫人与柳清渊皆是瞪大了眼睛，满脸不敢置信。苏婉清，你疯了，放着金银珠宝不要，你要这柄破刀做什么？那柄玄铁青龙刀是萧京寒亲手送的，背后藏着先帝的算计，也藏着苏婉清替嫁的开端。那日云阳城的城门口，血溅3尺，是苏婉清第一次见到萧京寒，也是他一生的劫。云阳城靖王府外，红绸漫天，却无半分喜意。咱家奉先帝圣旨，为靖王殿下赐婚。柳湘府嫡女已至，快让靖王殿下亲迎接旨。我家王爷有令，不见客。你们要么自己进来，要么滚。传旨太监气得吹胡子瞪眼，却又不敢硬闯。城门口的百姓指指点点，传旨太监脸上挂不住，将苏婉清丢在靖王府门口，便想匆匆离开。柳姑娘，咱家只能帮你到这了，你自求多福吧。传旨太监刚走3步，一阵马蹄声疾驰而来，黑衣少年策马而来，马速极快，骏马扬起前蹄，重重朝着传旨太监踩踏下去。传旨太监的惨叫声响彻长街，温热的血溅到苏婉清的嫁衣上。苏婉清猛地掀开红盖头，她蓝衣黑发，眉眼凌厉，
瞧瞧我的王妃，都吓傻了。进来。苏婉清拖着僵硬的四肢走上台阶。哎呦，你胆子倒是挺大。那小皇帝叫你来做什么的？替他监视本王，还是要你杀我？陛下让臣女来，是彰显天家恩宠，让王爷明白天恩浩荡，君为臣纲。倒是通透，毕竟是皇兄赐下来的亲事，他是君，我是臣，我怎么敢违抗他的命令？你说是不是？萧京寒将手里的玄铁青龙刀丢给苏婉清，苏婉清踉跄了一下，才稳稳接住。送你了，你若真有本事，就拿着这砍刀来取本王性命。苏婉清掂了掂手里的玄铁青龙刀，不过是陛下随手送的玩意，臣女自小在乡野长大，惯了舞刀弄棒，留着这刀也好防身。罢了罢了，一把破刀而已，你要就拿走，别再得寸进尺。一碗水端平的妆容，让本就长得9分相似的苏婉清与柳青渊彻底换了模样。苏婉清褪去皇后的荣光，成了刘府的庶女。柳青渊卸下庶女的伪装，坐上了那座凤位。只是他们都没想到，萧京寒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。娘娘，柳姑娘，妆容改好了。苏婉清与柳青渊对视一眼。苏婉清，你老实说，你和陛下真的没怎么见过面？他有没有对你动过心思？不过4面罢了。第一面是成亲那日，他带我进了靖王府，随意指了个院子让我住。第2面是他起兵造反的清晨。第3面是云阳城破那日。第4面是他打进上京，册封我为皇后那日。除此之外，再无相见。苏婉清话音刚落，店门突然被人推开。萧京寒身着玄色龙袍，逆着光站在店门口。小王妃，你把人都赶出去做什么呢？莫不是在店里藏了什么人？苏婉清心头一紧，手指微微攥紧刀身，头埋得更低。陛下，臣妾的娘亲来了，臣妾与她在店里续些体己话，故而让工人都退下了。萧京寒看也没看柳青渊一眼，径直走到苏婉清面前。你是谁？回陛下，臣女是柳相府的庶女苏婉清。拿着这刀做甚？这刀本是朕赐给皇后的，怎会在你手里？陛下，是臣妾让妹妹拿着的。臣妾想着，如今已是皇后，总不能整日舞刀弄棒的，失了皇后的体统，故而趁着娘家人来，让妹妹将刀带回刘府，好生保养，也省得在宫里落了旁人的画饼。走吧。苏婉清连忙跟着柳夫人快步往外走。陛下，这些箱子里的东西都是给臣妾的吗？不是，来人，将这些珍宝抬去柳相府，赏给柳相。苏婉清的脚步顿了一下，心中满是疑惑，便被柳夫人拉着走出了凌霄殿。苏婉清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那座冰冷的深宫，摆脱了萧京寒这个杀神，却不知从他替嫁的那一刻起，他的命运便早已与他紧紧绑在了一起，再也分不开。夜色深沉，柳相府里一场风暴正在酝酿。柳渊得知柳夫人调换皇后，勃然大怒。他深知这等欺君罔上的事，一旦败露，刘府必将万劫不复。你们做什么去了？谁让你们擅作主张，将皇后与苏婉清换了身份的？相爷，我这也是为了刘府啊。清渊本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后，苏婉清不过是个替嫁的庶女，如今把人换回来，清渊做了皇后，定能在陛下面前为刘府美言，我们刘府的地位才能更加稳固啊。稳固？愚昧！你懂什么？萧京寒是什么人？那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帝王，杀伐果决，连亲兄都敢杀。你们竟敢在他眼皮子底下调换皇后，他怎会察觉不出？我刘府本就因先帝的事岌岌可危，你还敢再生事端？这是要把刘府往死路上推啊！柳夫人与柳渊争执不休，正堂里吵作一团。苏婉清站在一旁冷冷看着，等二人吵得差不多了，才清了清嗓子，开口说话，声音不大。两位先听我说一句吧，我娘呢？你们把我娘藏到哪去了？这里有你说话的资格吗？一个庶女也敢在我柳相府正堂里放肆？苏婉清笑了，她抬手将怀里的玄铁青龙刀挥起，刀身带着一阵风声，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，狠狠劈在柳渊身边的红木八仙桌上。咔嚓一声，红木桌应声劈成两半，沉重的刀身发出一阵嗡鸣，刘府家丁吓得连连后退。
柳夫人呆若木鸡，柳渊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。夫人以为我为何要带着这柄刀出宫？你们真以为我只是个乡野长大，手无缚鸡之力的庶女吗？云阳城破那日，先帝引北狄蛮族入城，萧京寒留在云阳的守兵只有3000，不敌大军。那一日，街头巷尾一片血红，百姓哭嚎。我就是拿着这柄刀，从正午打到傍晚，见北狄人就砍，这刀上沾的全是北狄人的血。你们再猜猜，萧京寒既然早有造反心思，为何还把我留在身边？他若发现如今宫里的皇后是柳青渊这个假货，你们柳府会是什么下场？苏婉清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柳夫人与柳渊的头上。婉清啊，你看你说的，都是一家人，何至于此？你本就是我柳相府的姑娘，你娘我们怎敢亏待？我明日就派人去接她，与你团聚，定让你们母女二人安稳过日子。苏婉清心中了然，柳渊这是在敷衍她。她站起身，将玄铁青龙刀从青石板里拔出来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明日我必须见到我娘。若是见不到，我就直接进宫，找陛下说道。刘府调换皇后的事，陛下会很感兴趣。还有，别想着把我关起来，刘府这些府兵怕是还打不过我。苏婉清说罢，转身便走，留下满室的人面面相觑。苏婉清的这一刀，劈开的不仅是红木桌，更是刘府对她的轻视与算计。从今日起，她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梯家庶女，她要夺回自己的一切，也要救出自己的娘亲。柳相府客房里，一盏孤灯陪苏婉清度过了安稳夜，却也是她在柳府的第一个不眠夜。柳渊的敷衍让她明白，想要救出母亲，只能靠自己。客房内，苏婉清铺纸研墨，笔尖在宣纸上划过，写下一行行字：求镖局的儿时好友帮忙寻母，只求好友能尽快找到母亲的下落。写完信，苏婉清将信纸折好，她走到窗边，吹了一声清脆的口哨。片刻后，一只灰羽信鸽从窗外飞来。辛苦你了。她将锦带绑在信鸽的腿上，抬手将信鸽放飞。苏婉清看着信鸽的身影，眼中满是希冀。可就在信鸽飞上天的瞬间，一支银针破空而来，精准地射中了信鸽的翅膀。信鸽惨叫一声，直直坠落在地。一个黑衣人从院中的大树上跃下，只露着一双凌厉的眼睛，长剑出鞘。苏婉清看清黑衣人衣服上的暗纹，那是萧京寒的暗卫文章，一朵黑色的寒梅。来人啊，有刺客，救命啊！他一边跑一边喊，却没引来半个刘府的家丁。黑衣人轻功卓绝，将他逼到庭院的假山旁。这里僻静，少有人来。黑衣人捏着受伤的信鸽。你传的什么信？苏婉清靠在假山上，后背抵着冰冷的石头。我是柳相府的庶女苏婉清，我娘是柳相早年游历认识的故人，二人情投意合，却因柳相家中有妻，未能相守。我娘千里迢迢来上京寻他，却被柳夫人发现，送进了郊外庄子，不知死活。我在柳府身不由己，只能写信给儿时镖局好友，求他帮忙寻我娘。我只是想救我娘，别无他心啊。他捏着信鸽，拆开了腿上的锦带，拿出信纸看了起来。你找的镖局的人是你什么人？为何要找他帮忙？刘府这么多人，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帮你的？他是我儿时在乡野的好友，情同手足。他在镖局做事，身手好，人脉广。刘府守卫森严，柳夫人又处处提防我，只有他能暗中帮我寻娘。我也不知道信不信得过他，除了他，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莫影沉默片刻，目光在苏婉清身上扫了几圈，半晌，他收起长剑。此事我会查明。说罢，便纵身一跃，消失不见。苏婉清靠在假山上，手心全是汗。他心中疑惑，他为何不杀他？是信了他的话，还是另有目的？萧京寒的暗卫没有杀他，也没拿他，这让苏婉清更加摸不透萧京寒的心思。他不知道，从提刀上阵的那刻起，他便在萧京寒注视之下。柳渊恼怒，将苏婉清软禁在偏僻小院，不许他出门，也不许任何人接触。苏婉清成了笼中鸟，却从未放弃寻母。
被软禁第3天，他再次传信，一定要把信送到，拜托了。信鸽振翅高飞，朝着院外飞去，希望这一次能有母亲的消息。他每日在院中练刀，玄铁青龙刀在他手里虎虎生威，吓得门口的家丁连连后退。15天，他每日练刀，强身健体，更是为凭本事救母逃离刘府。一日，给苏婉清送茶的丫鬟悄悄将一张折叠的纸条塞到苏婉清的手里，快速眨了眨眼，便转身离开了。苏婉清捏着纸条，心中一阵激动，将纸条展开。苏母被囚于京郊猎场旁栖霞庄，守卫稀少。娘，你再等等，女儿这就来救你。他将纸条揉碎，扔进火盆里，看着纸条化为灰烬。他走到院中，看着那柄玄铁青龙刀，眼中满是坚定。今夜便是他逃出刘府，前往栖霞庄救母之时。苏婉清刚做好出逃的准备，刘府却突然传来消息，柳渊要为他赐婚，被2个家丁请到了柳湘府的正堂。婉清啊，这些日子娘看着你就觉得格外亲切，细细打听才知道你竟是相爷的亲闺女。婉清，你既已是我柳相府的嫡女，自然要为你寻一门好亲事。户部侍郎的公子年轻有为，与你甚是相配，下月便为你们举行婚礼，你看如何？一切听凭相爷做主。这突如其来的赐婚让苏婉清明白，柳渊是想将她绑在刘府，她必须尽快逃离。苏婉清看着门口的家丁，果然比平时松懈了许多。她走到柴房，拿出玄铁青龙刀，将盘缠银两塞进腰间的布袋里，又换了一身便于行动的粗布衣衫。苏婉清走到柴房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熟睡的家丁。夜黑风高，正是出逃的好时候。苏婉清趁着夜色翻出院墙，刘府的守卫毫无察觉，他一路疾走，朝着上京城门的方向而去，脚下的步子快如疾风。苏婉清走到上京城门时，天还未亮，城门却已打开，只是盘查异常严格。他心中暗道不好。老伯，小女子是乡下来的，想去京郊寻亲，只是路途遥远，不知老伯可否捎小女子一程？姑娘，快上车吧，正好我也要去京郊，顺路。苏婉清躲在驴车的草料堆后，将玄铁青龙刀藏好。驴车主赶着驴车，守城士兵检查了一番。苏婉清紧闭双眼，屏住呼吸，见只有一个老伯和一车草料，便挥了挥手。苏婉清坐在驴车上，听着车轮滚动的声音，心中松了一口气。娘，女儿来了。驴车行驶在前往栖霞庄的官道上，四周荒无人烟，只有风吹过草木的声响。苏婉清以为自己终于逃出了刘府的掌控，却不知柳渊早已派了人在半路等着他，欲将他杀人灭口。苏婉清靠在草料堆上，闭目养神。他听到身后传来整齐划一的脚步声。老伯，快停车，后面有人追过来了。一群凶神恶煞的武夫手持刀剑长枪，朝着驴车追来。驴车主看见，便连滚带爬的跑了。苏婉清跳下车，手握玄铁青龙刀，左边是陡峭的悬崖，右边是京郊猎场的围栏，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。苏婉清知道，与这些人硬拼，定然讨不到好。他唯一的生路，便是那座京郊猎场。苏婉清趁着追兵未到，提刀往前疾跑，看到围栏上有一个破损的大洞。苏婉清弯腰，快速钻过破洞，躲在围栏后，屏住呼吸。追兵很快赶到，围着驴车搜了一圈，骂骂咧咧了一阵，便朝着其他方向追去。等追兵的脚步声走远，苏婉清才缓缓直起身子。他刚想转身走进猎场，一个冰冷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：站住！只见前方悄无声息地站着一个人，黑衣染血，满脸的杀意，宛若地狱而来的修罗。京郊猎场的夜色冰冷刺骨，那道黑衣染血的身影让苏婉清的心脏瞬间揪紧。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地方遇到萧京寒。他左肩受伤严重，嘴角却依旧勾着一抹凉薄的笑，那双凌厉的眼睛一眼便认出了他。长剑擦着他的脖颈划过，带起一丝血痕。陛下，是你啊，小皇后，柳相府庶女替嫁的苏婉清。
倒是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竟敢逃出上京。苏婉清的心头一颤，上一次在凌霄殿我放过了你，这一次可没那么容易走了。陛下，臣女……萧京寒身子一晃，打了个踉跄，朝着他倒来。苏婉清下意识伸手接住了他。婉清，等暗卫来，别乱跑。苏婉清抱着萧京寒，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心跳，鲜血染红了他的黑衣，右臂无力地耷拉着。萧京寒浑身滚烫，想来是发了高烧，心中的恐惧渐渐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担忧。苏婉清半拖半抱，扶着萧京寒，朝着猎场深处走去。苏婉清用尽全力推开被石头封住的洞口，将他扶进山洞，又捡了些杂草，将洞口掩好。他只能坐在萧京寒身边，握着他冰冷的手，守了他一夜未眠。山洞里静悄悄的，只有萧京寒沉重的呼吸声。苏婉清看着他的睡颜，眼底满是复杂。这个杀伐果决的帝王，此刻却像个孩子一样。一夜的守护，一夜的回忆。云阳城的那一夜，血与火交织，是他们第一次并肩作战，也是萧京寒第一次看清他的模样，看清他骨子里的坚韧与果敢。云阳城的街头一片血红，北狄蛮族的士兵烧杀抢掠。苏婉清看着窗外的惨状，再也坐不住了，拖出萧京寒送给他的玄铁青龙刀。他自小在乡野长大，力气比寻常女子大很多。苏婉清提刀上阵，从正午打到傍晚，见北狄人就砍，刀身沾满了血迹，就连眼睛里也溅了血进去。身边围上了3个北狄小兵，手持长枪。萧京寒骑着马，带着一身风尘，长矛还在滴血。跟我走，还是让他们带你回去？我跟你走。既然决定跟我走，那就帮我杀人吧。我右臂受伤了，提不起刀剑。他骑着马，带着苏婉清走遍了云阳城的每一条街道。遇到北狄兵将，苏婉清便握着长矛狠狠刺过去。天微微亮的时候，他们终于将北狄兵马逐出了云阳。你不是柳相府的女儿，你是谁？我是苏婉清，柳相府的庶女。柳清渊不愿嫁你，柳渊与柳夫人便以我娘性命相逼，让我替嫁。臣女所言句句属实，不敢有半句虚言。你是谁不重要，你是靖王府主母，未来的皇后。你立了大功，想要什么，朕都允你。臣女不求金银珠宝，不求高官厚禄，只求陛下找人教臣女练武，有了武力傍身，臣女就能从刘府里救出娘亲。好。洞口透进一缕金色的阳光，洒在萧京寒的脸上。苏婉清靠坐在石壁上看着他，又没趁机跑了，倒是难得。山洞里的阳光驱散了一夜的冰冷。萧京寒醒了，他的一句调侃让苏婉清的心跳漏了一拍。他以为自己无关轻重，却不知他的心思早已记在他的身上。臣女不敢跑，怕陛下缓过神来，一刀砍死臣女。我就那么可怕？那日云阳城墙上，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？你是我的皇后，朕从未想过要杀你。如今宫里的皇后是柳清渊，她知书达理，温柔贤淑，更适合母仪天下。萧京寒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眼底的笑意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怒气，他的声音也冷了下来。我若需要的不是皇后，是妻子呢？柳清渊也可以吗？未来的太子由他来生也可以吗？苏婉清被萧京寒怒气震慑，不敢说话，心中满是疑惑，他为何要生气？为何突然提起妻子与太子？山洞内的气氛瞬间僵持，冰冷的沉默笼罩着二人。洞外传来一阵细微的暗号声。苏婉清心中一松，握着玄铁青龙刀，走到洞口，拨开杂草，探出头去看。只见洞外站着一群黑衣人，为首的正是莫影。皇后娘娘。苏婉清点了点头，侧身让开洞口。陛下，属下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无妨，起来吧。伤势如何？回陛下，已无大碍，属下已将那些余孽尽数剿灭。皇后娘娘放心，苏老夫人已被陛下派属下救下，如今安置在上京一处宅院，衣食无忧，安然无恙。苏婉清听到这话，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，眼眶瞬间红了。她找了这么久的娘亲，原来早已被萧京寒救下。他一直以为自己无关轻重，却不知
他早已为他安排好了一切。苏婉清终于明白，萧金寒任由他逃出上京，竟是笃定他会摸到栖霞庄寻母。他早就布好了局，等着他自己走进来，等着他心甘情愿的回到他的身边。多谢陛下。谢朕做什么？你是朕的皇后，朕护着你，护着你的家人本就是天经地义。莫影上前想要扶萧金寒起身，萧金寒却摆了摆手，看向苏婉清。走吧，跟朕回宫，这猎场的风太冷，不适合你。苏婉清跟着萧金寒一同回了上京，重新踏入那座冰冷的凌霄殿。这一次她的心境早已不同，她不再是那个想要逃离的替嫁庶女，心中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。萧金寒被安慰扶着去偏殿疗伤，苏婉清跟在一旁重新踏入凌霄殿。殿内的宫女太监见了她，皆恭敬的行礼，高呼皇后娘娘。苏婉清看着熟悉的宫殿，心中满是复杂，而柳青渊却在得知苏婉清回来的那一刻彻底歇斯底里。苏婉清那个贱人，她怎么敢回来？她不过是个替嫁的庶女，凭什么跟我抢皇后之位？陛下眼瞎了吗？竟然放着我不要，偏偏护着她。柳青渊的话刚说完，殿门便被推开。柳青渊看到苏婉清，猛地从凤椅上站起来。苏婉清，你竟敢回来！这凤位是我的，陛下是我的，这后宫的一切都是我的。你这个卑贱的庶女，凭什么鸠占鹊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别想活着走出这凌霄殿。苏婉清神色淡漠，抬手轻轻拂开柳青渊的手，眼底无半分波澜，只剩冷然。姐姐慎言，这凤位是谁的，陛下心里清楚。这后宫的规矩，也轮不到你在此撒泼。我并非回来争抢什么，只是陛下念及旧情，接我回宫，顺带揭穿柳家欺君罔上的丑事罢了。柳青渊被苏婉清的话噎得哑口无言。就在巴掌即将落下的瞬间，一道玄色身影快步踏入殿内。萧金寒抬手攥住柳青渊的手腕，指节泛白。朕的皇后，你也敢动？柳青渊顶着皇后的名头，在宫中作威作福，纵容娘家欺君罔上，你真当朕是瞎子？看不出你这冒牌货的把戏。陛下饶命，陛下恕罪，臣妾知错了。臣妾也是被爹娘蒙蔽，是他们逼臣妾顶替苏婉清做皇后的。臣妾真的不知情啊，求陛下看在柳家辅佐朝政的份上，饶过臣妾这一次吧。柳家结党营私，蒙蔽慎听，妄图操控后宫朝政，桩桩件件皆是死罪，岂容你一句不知情就搪塞过去？莫影，传朕旨意，将柳青渊废去后位，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得出宫。柳渊夫妇教子无方，纵容子女作恶，即刻革职查办。柳府上下涉案人员一律收押，彻查其贪腐谋逆罪证。殿外暗卫应声而入，架起瘫软在地的柳青渊便往外拖。柳青渊的哭喊声、求饶声渐渐远去，柳家的算计终究落了空。骄纵蛮横的柳青渊也为自己的贪心付出了代价。这深宫之中，从来都不是靠身份尊卑定胜负，而是靠真心与坚守。苏婉清凭借自己的果敢与坚韧，终于挣脱了柳家的桎梏，守住了自己的底线，也等到了属于自己的公道。萧金寒转头看向苏婉清，他缓步走到她面前，抬手轻轻拂去她肩头沾染的尘埃。宫女搀扶着一身素衣、面色温和的苏母走入殿内。苏婉清抬眼望去，瞬间红了眼眶。娘，女儿终于见到您了，您受苦了。青儿，娘没事，让你担心了。多亏了陛下出手相救，娘才能平安无事。你能好好的，娘就放心了。母女二人相拥而泣。萧金寒站在一旁，嘴角勾起一抹浅淡的笑意。这世间杀伐他都曾历尽，唯有眼前人的笑颜与安稳，是他拼尽一切都要守护的珍宝。刘府倒台的消息传遍上京朝野，满朝文武哗然。平日里依附柳家的官员惶惶不可终日，清正廉明的臣子则拍手称快。萧金寒雷厉风行，清算柳家余党，彻查贪腐弊案，短短几日便肃清了朝堂乱象，稳固了朝政根基。而苏婉清则陪着苏母在宫中静养，终于过上了安稳舒心的日子。金銮殿上，柳渊跪在地上：下，老臣知罪，求陛下开恩，老臣一时糊涂，
才犯下大错，求陛下看在老臣辅佐先帝多年的份上，饶过柳家上下老小吧。柳渊，你身为丞相，不思忠君报国，反倒结党营私，欺君罔上，逼迫庶女替嫁，软禁忠臣家眷，桩桩罪证确凿，岂容你狡辩？朕登基之初，便念及旧情，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贪心不足，自寻死路。萧京寒抬手，莫影即刻上前，将柳家罪证卷宗呈于百官面前。百官看后皆是义愤填膺。陛下圣明，柳家罪大恶极，恳请陛下依法严惩，以正朝纲。传朕旨意，柳渊柳夫人犯欺君罔上、贪赃枉法之罪，判斩立决。柳家涉案子弟流放边疆，家产尽数抄没充公，归入国库。依附柳家的贪官污吏，一律革职查办，重者流放处斩。此后朝堂之上，若再有结党营私、妄图乱政者，朕定斩不饶。金銮殿内百官跪拜，高呼万岁。大耀王朝迎来了清明政局。凌霄殿内，苏婉清正陪着苏母品茶闲谈。莫影快步走入殿内，躬身禀报朝堂处置柳家的消息。苏婉清听后，心底最后一丝芥蒂也彻底消散。他抬头望向殿外，萧京寒身着龙袍缓步走来。陛下处置公允，既正了朝纲，也了却了臣女的心事，臣女多谢陛下。朕做这些不只是为了朝纲，更是为了你。朕知晓你这些年受的委屈，往后有朕在，定会护你一世安稳，再无人敢欺辱你们分毫。柳家覆灭，过往恩怨尽数了结，苏婉清终于摆脱了所有枷锁。萧京寒的深情与守护，也一点点融化了他心底的坚冰。这深宫不再是冰冷的牢笼，而是有了牵挂与暖意的归宿。帝后之间的情愫也在朝夕相处中愈发浓厚。柳家之事尘埃落定，萧京寒下旨重启封后大典，正式册封苏婉清为中宫皇后，昭告天下。这一次没有替嫁的隐秘，宫中上下皆敬重这位果敢坚韧的皇后。后宫一派祥和，再无纷争。御花园内繁花盛开，苏婉清身着皇后朝服，一旁的玄铁青龙刀静静立着。萧京寒缓步走来，青儿，这柄刀陪你历经生死，是你最珍视的物件，也是朕初见你时赠予你的第一份念想。如今你我终得圆满，这柄刀往后便是信物，见证朕对你的心意。陛下，臣女本是乡野庶女，阴差阳错踏入深宫，历经诸多波折，从未奢望能得帝王真心，是陛下一路护持，为我撑腰，为我解忧，救我娘亲，护我周全，臣女早已心系陛下，此生不渝。朕少年征战，见惯了生死离别，早已冷了心肠，直到遇见你，才知世间温情可贵。朕许你此生独宠一人，中宫之位永远为你留着。后宫之中唯有你一位皇后，再无旁人。宫女太监们垂手而立，演武场上，苏婉清手持玄铁青龙刀，尽显飒爽英姿。萧京寒坐在一旁，静静看着他练刀，眼底满是欣赏与爱意。陛下的刀法越发精湛，臣女受教了。青儿天赋过人，练刀不过数年，便有这般造诣。往后朕陪你一同练刀，可好？好。深宫岁月漫漫，幸而有彼此相伴。玄铁青龙刀见证了他们的相遇与纠葛，也见证了他们的定情与相守。这份帝后情深，终将在这深宫之中续写岁岁年年的温情。